你看刘宸妃现在多生气啊！那还用说吗？周太后吩咐上宫局，现在宫中各司都以侍候刘宸妃所需为急务，其他嫔妃的要求都放在刘宸妃之后。你要是她，你也会这么生气的吧？现在依太医吩咐，每天她都要到御园凉亭乘凉散步，各宫妃嫔淑女都得到通知，在新时酉时的时候不能在这儿走动，免得惊扰了刘宸妃。有这么厉害吗？你们还没接到通知吗？我还没有啊。如果万贵妃得到通知，一定有杀气腾腾了。刘宸妃有了身孕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新时酉时都不许有人走进御园凉亭。哼，生怕影响了胎儿。本宫有孕之时，她周太后竟然不闻不问。娘娘，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自己，周太后才高兴呢。没错，本宫就是要看看她到底可以生个什么东西出来。映月，拿酒来。是。娘娘请用。这是什么酒啊？回娘娘，这是皇上2个月前送来的佳酿，是西域贡品，听说是用葡萄酿制而成的。怪不得这样清甜可口。奴婢知道娘娘最近心烦意乱，所以特地找出此酒放在井下，希望娘娘喝了这酒之后，心情会舒畅一点。映月，还是你心细，本宫还没有开口，就为本宫打点好了一切。照顾娘娘是映月的本分。好，这个赏你了。谢娘娘，谢娘娘。把酒倒满。是。怀了皇上的骨肉，果然与众不同啊！连御园也定时不许人进入。我去看看，到底有什么好风景。真不错啊，刘宸妃还真懂得享受啊！嘿，你吩咐下去，万贵妃有孕之时吃的东西，本宫都不要吃。本宫可不想像她那样生一个急惊风的孩儿。奴婢一定会吩咐御膳房小心打点，另备菜单供娘娘饮食。万贵妃有孕之后，心情烦躁，特召乐工邵春华，敲击茶杯之乐，供万贵妃欣赏，以平复心情。你去传邵春华入宫，本宫也要听一下什么是敲击茶杯之乐。娘娘，邵春华带到。乐工邵春华参见宸妃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你就是为皇上和贵妃奏乐的乐工？正是。本宫也想听你用茶杯敲奏乐曲，
你就快敲奏一曲吧。是。听说皇上也喜欢听他这样奏乐，我何不学来奏给皇上听？也许皇上听了会龙颜大悦呢。丁四月，刘晨飞传召春华入宫。哦，春华，刘晨飞传你到御园，教他用茶杯敲击出乐曲的方法。你现在跟他过去吧。是。奴婢邵春华参见陈妃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昨日本宫听过你奏乐，觉得甚为有趣，所以今天特地传召你过来，教教本宫好吗？陈妃娘娘喜欢，春华自当倾囊而授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的，来，每个杯子装不同分量的水，就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。您听。我再敲一遍给娘娘听。好。请陈妃娘娘一试。好。先敲这里。好，很好，再来。另外一曲是这样敲的。来，娘娘。好，对，再来。来，娘娘。就是这样，娘娘试一下。宁思月，月宫春华害刘晨飞小产，已被关进司政牢房。
韩香，春华被扣押在司政牢房，快去看看他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殷思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春华教刘宸妃敲击乐器时，刘宸妃不幸跌倒在地，小产了。太后盛怒，要彻查此事。春华连同所有的人一同被关押了。那我现在就去看看他。好，你快去吧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，回来告诉我。是，殷思月。打，落地打！说，我是月宫绝宫女百寒香，我想来看看邵春华。快点说！在里面呢，快点，别待太久。谢谢。春华，春华，你怎么来了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我当时正在教娘娘奏乐，不知道为什么椅子塌了，娘娘就摔在地上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没关系的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他们不会定我罪的。等查明真相，就会把我放出去了。可是这儿的环境这么差，没关系，就几天而已。啊，对了，你回去帮我告诉方尚仪和殷思月，说我没事的，叫他们别担心。我知道，那你在这里一定要处处小心啊。这里不适合你待着，你赶快回去吧。那我走了，你自己当心。快走吧。映月，刘宸妃小产一事是真的吗？应该是真的，听说已扣押数人，看看是否有人暗中加害刘宸妃。哦，有这种事情？是。本宫的皇儿生了下来都会夭折，他现在只不过是小产，却在怨天尤人，弄得满城风雨。回娘娘，奴婢有事相告。有事相告？哦，你是林思政的侄女儿，一定会知道司政处那边的一些消息。好，说来听听。你们先退下。是。可以说了。回娘娘，七巧知道贵妃娘娘为刘宸妃怀孕一事十分不快，所以七巧决意为娘娘分忧。今日刘宸妃跌坐在地上一事，其实是七巧暗中命人敲松了椅脚，造成意外的样子。是你命人做的？是。娘娘，七巧只想为娘娘除去心头大患而已嘛。你还说？就算别人不怀疑本宫，周太后心里面一定会怀疑本宫的。现在由你出手，万一查出，这笔账一定会算到本宫头上来的。你是不是想害死本宫，你才甘心啊？娘娘息怒，替七巧办事的人绝对不会告诉他人，更不会供出奴婢连累娘娘的。蠢材！世上哪有永远守得住的秘密？你给本宫听着，如果你再自作聪明，本宫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知道了，娘娘，知道了。你听着，这件事情千万不可以泄露出去。等本宫平息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再跟你算账。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！对外就说你因患病需要休息，没有本宫的口谕，不得四处乱跑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。滚！是。映月，传王侄入宫。是，娘娘。娘娘，汪长公到了，退下。是。参见贵妃娘娘。王侄，你不是一直都说要报答本宫的提携之恩吗？娘娘有事尽管吩咐，汪侄一定一一照办。好，本宫宫中有个奴才，
为了巴结本宫，竟然把刘晨飞所坐的椅子做了手脚，令刘晨飞跌倒小产了。本宫虽然可以把这个奴才交出来，但周太后一定会咬着本宫不放的。所以本宫希望你能好好处理这件事情，别让矛头指向本宫。你可否办得到？这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办到。好，只要汪直你好好处理这件事，日后一定会有你好处的。不用了，其实娘娘你已经对我不薄，汪直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。娘娘请放心，奴才一定把事情尽快解决。好，那本宫就放心了。皇上，你说母后活到今时今日，盼的是什么？等的又是什么？不就是希望皇上能传宗接代，生下几个皇子，也好让哀家100年之后能有脸面去见你的列祖列宗。来，母后。哎呀，可是你看，这万妃的儿子福薄命薄，生下来不到1个月就夭折了。好不容易盼到刘晨飞有了身孕，可不到3个月又小产了。哎，这让哀家怎么不伤心呢？母后，子女之事乃上天所定，望母后不要过分挂心。真是事有上天定，哀家就没话说了。但是这次刘晨飞小产，恰恰是坐在了一把破椅子上，这件事情有问题呀。哀家认为，会不会是有人心存记恨，故意破坏呀？这椅子是自行坏掉，还是有人存心破坏？现在还在查，尚无结果。望母后不要过早下结论。查？怎么查呀？啊？当日吴皇后死的时候，查出什么结果来了？母后，朕已把此事交由西厂调查，待汪直查出个所以然来，朕让汪直亲自向您汇报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这样母后大可以放心了吧？汪直？好吧，看他们能查出个什么结果来。除了那名女乐工之外，在场其他人全是刘晨飞宫中人。好，你们去查清楚这个邵春华，看他跟谁比较要好，有没有跟谁结怨，都查清楚。我要他死的心服口服，知道吗？是。下去。是。已经过了2天了，他们为什么还不放人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在外面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？听说太后知道刘晨飞小产的事情，十分震怒，说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月宫局上下都很担心你。没事的，查个水落石出更好，这样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。皇上有旨，刘晨飞小产一案，现交由西司核查。出来，我出来。众淫犯押往西厂大牢。别摸！走，出去，走，出去。春华，春华。白姑娘，杨月宫，小姑娘出了什么事？今天早上，西厂派出锦衣卫来我们南月宫那边，查问有谁跟她相熟。那你没事吧？我们晚上合奏之事，没有人知道，
不过我想知道的是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昨日他去刘晨飞那里演奏乐曲，不知怎么刘晨飞突然跌倒，不幸小产。春华和在场的宫女都被扣押在司政牢房，后来又被转到西厂大牢，说是皇上让西厂接办此案。又是西厂。不过春华让我们不要担心，他说他什么都没有做过。什么都没有做过，不等于就没事了。你要知道，在这后宫里，很多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也是，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救出春华呢？回长公，我们已经见过岳公局上下人等，他们对邵春华的说法都甚好，没有可疑之处。这个邵春华进岳公局之前，在司制房做事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对他有什么不好的说法？回长公，也没有，只是跟几个人不甚友好。是什么人？跟邵春华作对的人名叫林七巧，现在是万贵妃宫中的长医。万贵妃宫中的人，那不便之处。还有其他人吗？也没有，别的都是林七巧的党羽。林七巧不在，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。那邵春华有没有跟别人有过类似钱财之类的过节？都没有。不可能，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缺点呢？啊？你们查不到什么东西，我来查。王长公，春华这孩子是不会有害人之心的。刘晨飞小产一事应该不关他的事。是不是我会自己查？你只需要告诉我他平常生活之中跟谁比较好就可以了。他平时做事很勤勉，除了日常练习之外，跟方尚仪谱曲，在乐工局中跟百哀香的关系最好。另外，跟邵淑女因为是同乡关系，也经常聚首。邵淑？是啊，春华跟韩香经常私下为邵淑女伴奏，陪她练舞。练舞？是啊。让一下，请让一让。看来这个邵淑女在宫中生活的不太如意。据闻已入宫多时，但仍未得到皇上的宠信。既然如此，对刚册封为妃，又怀有龙种的刘晨妃怀有妒恨，就唆使同乡的女乐工暗中加害，令她小产，太有可能了吧？啊，长公英明，长公料事如神。但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邵淑女可是前太后引荐入宫的，会不会牵连太广？这样，那就改为邵春华带有抱不平，自作主张，自行作案，那不就行了吗？长公英明，属下佩服。走。怎么会把我们押到西厂牢房来了？就是啊，听说进了这儿，本来活着出去的，
怎么办？我不想死，难道我们都会死吗？刘晨飞小产也用不着我们这么多人陪葬吧？就是啊。把全部人都放下。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邵春华，你不能走。为什么？邵春华与淑女邵青姿乃同乡，亦是好友。他已进宫多日，仍未被皇上册封，反而相貌平平的刘晨飞被封为妃，又有身孕。邵春华想为邵青姿抱不平，故借刘晨飞奏乐之便，刻意加害，是不是啊？没有，我没有啊。罪证确凿，你就不要再抵赖了，就此迁宴，免受皮肉之苦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不会招认的。来，再来，给我打！是。就是。参见成功。那月宫招认了没有？那月宫嘴非常硬，我们用遍大刑，还是什么都不肯招认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本长公亲自送他一程。娘，我答应了，无论如何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但现在不是我不想活，是我不能活。自从你死后，我什么苦都愿意受，什么亏我也愿意吃，为的就是好好的活下去。但如今，我能够逃过这一劫吗？娘，你教教我该怎么做，才能活着走出这人间地狱？
我拉死你们所有人！戳我东阳长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再打会把他打死的。他偷我东西！把门打开。是。你是高邮人吗？邵春华，高邮人士，傅少仲，他不就是当年市集里那位老爷吗？那个人就是邵仲。那么这么说来，那女孩就是邵春华。我怎么会哼那首曲子呢？虽说当年只有男的被捕，女的不知去向，难道他就是当日那位夫人生下的孩子？我应该斩草除根，此人留不得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拿到钱，我给你，你别打他了。哼！不能杀他，不能！老天爷，春华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很清楚。现在西厂的人把刘晨飞宫中的宫女都放了出来，只把春华囚禁，我怕他们会害死他。求你见怜，让春华平安回来。春华，春华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，我还没死。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啊？别吵了，是不是想让我们带他回去啊？不要不要！现在厂公查明，刘晨飞小产一事与你无关，你已经很走运，记住，别在外面再提及此事。是。走。春华，你怎么样？别担心我，我没事。看到你活着回来，我本应该替你高兴的，但是没想到他们居然把你打成这样。这个伤算不了什么，很快就可以好了。我虽然死不了，但这件事情一定有人做了替死鬼。你自己都这样了，你还想着别人？你算了吧。谢谢你啊，香。傻瓜，跟我还客气啊。禀告皇上，刘晨飞意外小产一事已经查明了。那你查出的结果是什么？奴才一直以为是一名女乐工为同乡抱不平，才会加害刘晨飞啊，但后来奴才发现查错了方向。那不是女乐工，
你查出来的到底是谁？真是好巧，太无聊了。查出来的是2个小太监在捉弄对方，一个人在椅子上做手脚，希望另一个人坐上去的时候跌倒。结果没等那个人坐上去的时候，刘晨飞已经来到庭中。后来他们吓得要死，然后就跑掉了。刘晨飞就惨受其害。真的是岂有此理！怎么能在宫中如此胡闹呢？你一定要严惩他们。已经没办法严惩了，他们2个已经畏罪自杀了。畏罪自杀？对，当锦衣卫去调查太监之时，他们2个自知闯下了大祸，已经上吊自杀了。皇上，他们呢，在死之前留下了2封遗书，写明了因胡闹害刘晨飞小产一事，这样也不至于连累无辜之人啊。王直，这种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。是，皇上。现在周太后很重视这件事，待会儿你务必亲自去周太后那说明一下。汪直遵命。退下吧。是。 2个小太监，两个小太监的恶作剧，所以弄得如此下场。王直，你查案的手法真的是越来越出神入化了。奴才只是略施小计，谢娘娘赞许。但是得到本宫的赞许是没用的，只有周太后肯罢休，此事才能了结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她说明？娘娘放心，奴才已经到过周太后宫中详细说明了。她相不相信啊？当然相信，遗书都有了，不相信也得相信的。那就好了。汪长公，你做事既快捷又稳妥，本宫真的是有点后悔没有把你留在本宫身边。娘娘过誉了，无论汪直身在何处，都一样可以为娘娘效力。而且职位越高，权力就会越大。汪长公言之有理，你想要的东西，他日有机会的话，本宫一定会让你如愿所偿的。汪直谢谢娘娘成全。七巧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是我问你的。我只是想跟春华闹着玩一玩，哪里想到会令刘晨飞小产的。知道吗？现在不但是刘晨飞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还有2个小太监当了我们的替死鬼啊！那天晚上，我还以为你在凉亭那边弄坏那把椅子是无伤大雅的恶作剧，我才上前帮你的。怎么知道事情会弄成这样啊？哎呀，你别这样，难道我心里好过吗？你没看见我先前病了，就是为这件事而不安的。儿媳，我真的不知道会弄成这个样子。不知者不为罪，我相信那2个冤死的小太监，他们也不会怪我们的。儿媳，以后这件事就别再提了，好吗？我先回万贵妃宫中了，日后再找你。娘娘，七巧病愈，现在宫外求见。传。是。进来吧。七巧待看。七巧参见贵妃娘娘。七巧，你病好了吗？回娘娘，全好了。你没在本宫宫中的这些日子，本宫也不觉得有何不便之处。看来本宫宫中的人手实在是太多了，本宫这边就用不着你了。待会儿本宫会把你的名册交回上宫局，
让他们为你重新安排去处。贵妃娘娘，不要把奴婢的名册交回上宫局，奴婢愿意尽心尽力的伺候贵妃娘娘。愿意伺候本宫的大有人在，本宫现在要你走，你还能留下吗？是，奴婢告退。江长山，以后技巧呢，就在我们御膳房干活。哦，好，你好好教教他。好好。七巧，你是贵妃宫中潜出的人，所以暂时也只有我们这儿能容纳你。你用点心做，别再惹麻烦。是，王思善，给他安排活吧。啊，是。七巧。御膳房不同贵妃宫中，这儿都是脏活累活，你要勤快一点，不然会被别人抱怨的。我也得公事公办。是，你先帮月霞看炉灶吧。哎，月霞，哎，这是七巧，帮你忙的。哦，七巧。七巧，站着干嘛？还不过来帮忙？要我把你抬过来呀？是。以前啊，在贵妃宫中伺候，偶尔过来拿拿东西，事事挑剔。真想不到啊，竟然到了这儿和我们一起干活啦！哼，哎，你别这么说呀。人家那时候可是长义，是万贵妃跟前的红人，当然要有些官样了，那样才行，对吧？对啊，也是哈。火不够旺了，拿些柴枝过来。快去呀！是。春华，青姿，你怎么跑来了？我听韩香说你被西厂监禁，还被人打了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快告诉我。你放心，我好多了，过几天就可以回月宫局去。倒是你，以你淑女的身份，怎么可以跑到我们奴婢住的地方？被人看见不好，你快点回去，过2天我去找你啊！什么淑女啊？只是说起来好听罢了，看起来好像有身份有地位，其实我就像园子里的一朵花，无人采摘，慢慢就会枯萎凋落。怎么会呢？你还这么年轻，有的是时间，皇上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好啦，这些话我听得太多了，看见你没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走了。青姿，谢谢你。
春华，你伤好了吗？好了，让你担心，真是抱歉。觉得抱歉的话，以后就别再这样了。我知道了。春华，你回来了！哎，春华回来了，伤回来了，伤好了吗？你伤好点了，别担心，我没事了。春华，方尚仪、殷思月，前阵子让你们操心了。谁都知道错不在你，你是被牵连进去的。我们月宫局也是欲救无从啊。那些西厂的人来查问时，我知道方尚仪和殷思月都替我说件好话，春华已经感激不尽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无论帮不帮得上忙，总该实话实说呀。你伤得不轻，不多休息几天吗？我现在好多了，躺在床上太烦闷，所以想赶快回来和大家一起练习。如果你觉得累的话，可以马上停下来，回去休息，知道吗？谢谢方尚仪。那我跟大家去练习了。好，好了，都去练琴吧。是。他可以从西厂大牢走出来，真是命不该绝啊！是啊。七巧，你是在吹火还是在喷烟呐？你看看，弄得大半个御膳房都乌烟瘴气的。你看看，你就别骂人家了，像这些粗活哪是他干的呀？他以前经过御膳房的时候啊，都是捂着鼻子走的，现在呀，真是难为他了。也是，不过现在没那么好命了。月霞，哎，音乐姐姐，贵妃娘娘今天想吃点什么点心啊？绿豆糕吧。好，音乐姐姐。上次娘娘说很清甜可口呢。好，这就给你拿。哎，去取绿豆糕过来。是，谢谢啊。哟，这不是七巧吗？原来你被安排到御膳房来做事了，真替你高兴。每天可以守着这么多珍馐美味，当心吃太多会长胖的。哎，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啊？是烟熏的还是火烤的呀？七巧，你站着干什么呀？火烧旺了吗？还不快点找活？音乐姐姐，你要的绿豆糕。谢谢啊，客气。那我先走了啊。
哎呀，姑姑，你行行好，救我出去吧！哎呀，你得罪了万贵妃，是她下令要把你安插到御膳房的，我有什么能耐救你啊？姑姑，你在上宫局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我在那里干活，很快会死掉的。姑姑，你救救我嘛！啊，你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道行不够就别挑起太多事端。你现在明白什么叫做吃不了兜着走了吧？明白明白。那你现在给我想想办法吧。唉，谁叫你是我的亲侄女儿？我想想办法啊！谢谢姑姑。你呀，你吃过这次亏，一定要记住，还没有权势就千万别嚣张，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给自己留余地，别在后宫中四处招敌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明白了，你每次都是明白。你呀，哎，七巧呢？啊，他在那儿呢。七巧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被调去御药房，专门负责煎药。谢谢江掌山，谢谢。你现在就到御药房去报道吧。被调到御药房。是。花开花落无人问，难道我大好年华就在这儿虚度？青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一时感触，学人家伤春悲秋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春华，你没事了吧？吃苦长大的人呢，复原能力很强。他一可以走动啊，就嚷着要回月宫局，又嚷着要来找你练武。练武？不练了。练给谁看呢？给自己看。青姿，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么看你自己。是啊，我们奏乐，你跳舞，起码自得其乐。开始吧。哎，慢着，我们先做一件事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还有阵阵幽香。残花上有余香，更何况我们还年少，虽然身处后宫，不过我相信我们可以过上好日子的。只有你才这么乐观呢。前阵子还被人打得半死，你看他现在跟没事人一样，我真佩服你。你们都略知我的身世，我还记得我娘亲临终之前，没有掉过一滴眼泪，而是一直微笑地看着我。她说，还想多看我一眼。她还叮嘱我，以后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都要好好的活下去。这是她和我早逝的父亲对我唯一的希望。那天在大牢，
我也觉得我自己必死无疑。我告诉天上的娘亲，我不能完成她的愿望了。不过老天爷如果再给我一条活路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你们陪着我，一起完成我娘亲的愿望，一起过上好日子吧。来，一起过好日子。看到你没事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抱歉，让你担心了。听说你受了伤，就在城外的药店给你买了药，但最近一直没碰到你和白姑娘，没有机会交给你们。我也知道你现在伤好的差不多了，这药也没什么用了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收下它。谢谢，谢谢杨月宫。春华，你才刚练完曲，怎么又来编乐谱了？应该多休息才是。我没事的，放心吧。春华，以后万事要小心，那样才能平平安安的。知道了。那我们先上楼了。好。遇见你，天意，更楼鼓面枕上，听梧桐夜雨，心相依，风露笑里，月如水，水落梅花去。春风沉醉，吹不沾愁眉。梦里有一梦醒，谁来相依偎？相思一夜，心变千江水。天若有情天要作证终不悔。七巧，周太后的凝神汤熬好了没？好了。哎呀，你做事小心点嘛。是。哎，七巧，怎么来看我有多倒霉是吗？哎，你怎么老是这么想呢？我是刚听说你去药房煮药了，我特地过来看你的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只是同时守着10多个火炉5个时辰，要火眼金睛的留意着，不能把药煮焦了，不能超过煎药的时辰，
更不能耽误了太后妃子们服药的时辰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别生气嘛。哎，等等看，等哪个宫里缺人了，再调你去做长医吗？你说的容易。我不打扰你了。皇上，贵妃还在听取，朕先回御书房。是。二姐啊，哎，是皇上，贵妃还在听取呢。都已经子时了，还在听取。不去了，替朕更衣。是。救我啊！臣妾。朕儿，你究竟想让朕怎么样，你才能高兴呢？朕乃一国之君，朕立妃你不高兴，妃子有孕你也不高兴，妃子小产你又说太后针对你，你还是不高兴。朕真的跟你相处得很累。娘娘，映月，待会儿传召杨勇今夜进宫为本宫奏乐。娘娘已多晚传召杨勇，不怕皇上不高兴？本宫就是要他不高兴。娘娘，你不怕把皇上推到其他妃嫔宫中去？皇上要去的话，留也留不住。天下最好的东西，不是垂手可得，就是求之不得。求之不得？你不会明白的。即使平常夫妻相处，那都是有学问的，更何况是皇上与妃嫔之间。后宫之内，只要稍一松懈，失去的不单是皇上的宠爱，甚至连地位性命也会一起丢掉。娘娘说的太深奥了，明明是要留住皇上，却又故意把皇上推出去。你不明白不要紧，快去传杨勇虚实进宫。是。乐谱一定要记录清晰啊！知道了，林大。哎，杨勇，啊，你过来一下。林大人有何吩咐？刚才万贵妃宫中派人来传召，命你虚实到万贵妃宫中奏乐。可是，这已经是我连续第5个晚上去宫中奏乐了。这我知道，但是在后宫，万贵妃的旨意是不可违抗的，我哪敢替你分辨啊？你还是快去吧。好吧。乐公杨勇拜见贵妃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今夜本宫想听一些哀怨的曲子，你吹奏几曲，让本宫抒发愁绪。是。
皇上。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贵妃爷爷听取，真是有雅兴啊。皇上之前不能入睡，何尝不是到御园听取？臣妾只不过是附庸风雅罢了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，不能退。你敢违抗朕？皇上要册立多少妃嫔，臣妾不敢违抗。皇上的其他妃子有身孕，不许臣妾某时某刻进入御园，臣妾不敢违抗。皇上的妃子流产，周太后暗中对臣妾非议，臣妾也不敢违抗。难道臣妾在宫中听取都不可以吗？杨勇，继续吹奏。本宫说继续吹奏。好，贵妃你好好听取，好好伺候。俗话说得好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何况皇上，你身为一国之君，竟然把后羿之事当作平常。你不必多说了，就让哀家长跪于此，向列祖列宗赎罪吧。皇上要册立多少妃嫔，臣妾不敢违抗。皇上的其他妃子有身孕，不许臣妾某时某刻进入御园，臣妾不敢违抗。皇上的妃子流产，周太后暗中对臣妾非议，臣妾也不敢违抗。难道臣妾在宫中听取都不可以吗？朕贵为一国之君，想要母慈子孝，夫妻和睦，都这么难吗？慢走，慢走。欢迎再来，客官。你们先退下。不能退。你敢违抗朕？杨勇，继续吹奏。好好伺候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我进宫未能帮你把遇害之事查出什么蛛丝马迹，却先是被情所困，想爱不能爱，现在又掉进皇上贵妃决裂的漩涡。刚才在万贵妃宫中，进不能，退不可，别说什么世子封国，我现在跟那些宫中的奴才已经没什么两样。客官，
我们马上就要关门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啊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太医，您快来看看。哎，这不是宫中乐工杨武吗？哟，你醒了。请问，这里是？这里是医药房。昨天晚上在街上，不知是你醉了呢，还是被我的轿子撞伤了，倒在地上，叫也叫不醒。正好我回宫当值，所以也就把你带过来了。请问大人是？张殿，御药房的太医。啊，原来是张太医。在下昨晚真是失态了。我是杨勇，宫中的乐工，气别的作曲人。张太医如何会识得在下？啊，我虽是太医，但也略晓音律，在宫中也曾远远的听过你的乐曲。原来如此。杨乐公的箫声令人动容啊，张某十分佩服。哪里？那在下不能再打扰了，在下告辞了。啊，请啊，请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他朝散发弄扁舟。如果觉得在宫中有志难伸的话，不如及早隐退吧。在下昨夜酒后胡言，还请张太医见谅。酒后之言岂能做准？你说过什么？我不记得了。就算记得，我也不会说出来。不过作为一个御医，我想给你个忠告：如果觉得委屈，能退则退，借酒浇愁，当心坏了身子。谢太医指点。只是，这宫中之人，是说走就能走得了的吗？没错，这就是做人的无奈呀。想不到，太医也无奈。是啊，这也是我留在御药房多年的原因呢。今天被你一语道破，难免有些伤感呢。哎，杨兄弟啊，如果浅酌几杯的话，你可以找我作伴，总胜过一人独饮。否则失了分寸，更是容易酒入愁肠，愁更愁啊。好，下次一定和太医小酌几杯，以谢昨夜打扰之罪。告辞，请。又是一个伤心人呢。哎，杨勇，林大人有何吩咐？弃别那首曲子，你把乐谱弄好没有？还未完成。啊，没关系，那你继续做吧。是，大人。
我是淑女邵青姿，请代为通传。请等一下。刘嬷嬷，我想见钱太后。钱太后正在午睡，不便吵醒，有什么事可由我来传达。哦，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明天再来吧。但是太后近日经常到宗庙去拜祭先皇，你不一定能见到她。其实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我义父有没有带家信给我？如果潘大人要是有信要交给你，太后一早就命人交给你了，留在身上又有何用？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，一封信都没有。这我怎么知道啊？没有就是没有，你还是回去吧，有了自然会给你。问了也是白问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以后少淑女再来求亲，先通知我一声，免得她打扰太后。是，刘嬷嬷。很久没有收到爹娘的来信，不知他们情况如何。怎么啦？哦，你跟韩香见多了，也变成一个爱哭鬼了。没有，我在看爹娘之前的来信，有点想他们了。你放心吧，老爷跟夫人一定会没事的。你的义父啊，一定是口硬心软，每个月还是会拿钱给他们。没你想的那么好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应该好好的生活。要是老爷跟夫人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们会很伤心的。啊，给，这个呀是周太后赏给月宫的，我拿过来给你尝尝。不用了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哎呀，我那多的是，你呀多吃点东西。瞧你最近气色特别的差。谢谢你。就这点东西你也谢我？啊，对了，韩香啊被调到和陈妃宫里去奏乐了，所以今天不能来，就我陪你练舞。哎，春华，你在月宫局做事已经够累的了，别为我瞎忙了。这不是瞎忙，我也是练曲呢。就像你练舞的时候，不只自得其乐，还希望受到皇上的赏识。我和韩香练曲，也是想凭着自己的技艺，可以好好的留在月宫局做事。说的也是，你和韩香真的甘心做一辈子的月宫啊？我不是甘心，而是乐意。比起以前我们在宫中的生活，在月宫局做事已经很好了。而且奏乐是我们最大的兴趣，就像你喜欢跳舞一样，不是吗？也对。走吧，来。杨月宫。百姑娘，原来是你啊！你今天怎么会在这儿练曲呢？方上仪怕春华受伤后太辛苦，所以命我在这里帮他谱写乐曲，以便下月演出。我没有打扰你吧？当然没有了。我去那儿取点乐谱。请便。
啊！哎呀！啊！白姑娘，你的手在流血。为什么要我在后宫碰上这样好的人？为什么我不是平常的女子？是不是很疼？不是，只怪我自己太不小心了。人总有失神的时候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我看你今天是不能谱曲了，这里我来收拾。你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寒香告辞了。慢走。你也太不小心了，把琵琶弦弄断，打破东西也就算了，居然弄伤了自己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哎呀，你这手帕上沾满了血，我去帮你洗洗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洗就好了。那我把这些药送回御药房，你先休息一下。找不到铁面人的下落，那到底他去哪儿了呢？回长宫，这人自从劫走5星饭官后，再也没出现。奇了怪，这种与西厂为敌的人怎么会那么轻易罢手？可能是厂公威名远播，令铁面人不敢再犯，以免落入厂公手上，后悔莫及啊！别拍马屁，这方面我是高手。属下说的全都是真话。虽然铁面人未再出现，但是我们也要严加防范，免得他在出现的时候有损我们西厂的声誉，知道吗？是，长公。还有，继续追查那个犯官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